你知道台积电有多强吗？全球90%的高端芯片制造全靠台积电。iPhone、特斯拉、Nvidia 甚至美国军方全都绕不开它。而打造这一切的人是个你可能连名字都没听过的老爷爷张忠谋。但更神奇的是，他不是靠挥舞资金，不是靠国家补贴，而是靠一张嘴。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张忠谋到底是怎么讲故事的，他又是怎么把一间毫无背景的公司讲成了全球最强半导体帝国。故事要从1949年说起，那一年18岁的张忠谋独自从上海来到美国留学。他聪明勤奋，英文好，很快就考进了哈佛。但他没念完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觉得哈佛太浪费时间了，成天读莎士比亚背诗，我是来学工程的，不是来当诗人的。于是他转学去了 MIT 改念机械工程，毕业后又一路念到了史丹佛的博士班，然后他进了德州仪器 TI 这家后来成为全球半导体巨头的公司。张忠谋一做就是25年，从小工程师干到全球副总裁，掌管几万人的业务，坐镇核心的半导体部门。但问题来了，虽然他做得很成功，但他始终不是美国人，公司董事会怎么都不肯让他接 CEO。 于是他离职准备退休。正当他思考人生的时候，台湾政府找上门来跟他说，我们要发展半导体，张先生你来帮我们吧。注意哦，那时候台湾连一条半导体产线都没有，但张忠谋却答应了。不过他有个条件，我要办的不是国家公司，不是研究单位，而是全球第一流的商业公司。这个设定才是张忠谋真正厉害的开始。因为从第一天起，他就把台积电设定成全球型公司，不是台湾公司。他对客户说，我们不做自己的产品，我们来帮你代工，我们不要抢你市场，我们只想帮你成功。这在当时是完全不合理的想法，因为那个年代谁都想当 Intel， 谁都想自己设计加自己制造，怎么会有人愿意当代工？但张忠谋偏不这样想，他说，你们都在做芯片设计，那我来做最好的制造。你们怕自己的技术被偷走，那我保证绝不碰你们的 IP。 用现在的说法就是，你们专心当设计师，我帮你们当工程队，保证施工不乱改，图纸不偷料，不拖工期。你以为这是理所当然？那你就错了。在那个年代，台积电这种纯代工模式是没人敢试的，大多数半导体厂根本就不愿意只做代工，因为利润低，地位低，还可能永远做别人的配角。但张忠谋靠一张嘴，硬是把这个不性感的商业模式说成了最安全的选择。他告诉客户，你交给 Intel 制造，小心哪天他们用你设计的技术去抢你市场。但你交给台积电，我连设计团队都没有，哪有能力抢你？就是这个说法一步步打动了橡博通、Nvidia、联发科这些芯片设计公司。他们发现这个老先生说的挺有道理啊。就这样，张忠谋用说服代替竞争，用信任换来订单。而他最强的一次嘴遁是在1990年代，那时候全世界都在说制造是落后的，设计才是未来。 Intel 当王， AMD 当对手，设计公司地位高高在上，代工厂都只能吃点残羹冷炙。张忠谋却对客户说，不用怕你设计强，我制造弱，我会帮你做出连 Intel 都做不出的芯片。这听起来很夸张，对吧？但他真的做到了。2000年代开始，台积电的制程技术超车了大部分竞争对手，就连 Intel 也开始落后。而台积电的客户们越来越依赖这个既不抢你市场，又技术领先的工厂。从 iPhone 到高通到 AMD， 再到后来 AI 爆发的 Nvidia， 全都成了台积电的客户。他们不是被推销说服的，而是被张忠谋构筑的信任系统黏住了。很多人说台积电靠的是技术，但张忠谋知道技术背后是人，是人要被说服、被相信、被尊重。这也是为什么他从来不是只讲技术参数的人，他讲的是愿景，是格局，是互利共赢。有一次他在一次客户会议上这样说，你们的成功就是我们的成功，你们的成长就是我们活下去的动力。这话一出口，底下的工程师听了很感动，客户听了很安心。你说他会不会讲话？他不是讲场面话的人，而是真把客户第一内化成整个公司文化。
就连台积电后来的人才制度、奖金制度、员工训练，全都围绕一个核心：我们不是在卖晶圆，我们是在帮客户成功。而这套商业哲学，用嘴说出承诺，用行动兑现承诺，用制度放大承诺，成了张忠谋的护城河。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张忠谋的关键能力，他不是说服一个客户，而是说服整个行业。他不是靠补贴和便宜，而是靠信任和专业。但别急，接下来才是重点。你以为靠说服客户就结束了吗？真正精彩的是，他如何用一张嘴说服政府，说服英特尔，说服全球政治势力，让台积电成为全球护国神山。而这个关键发生在2000年以后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台积电一直留在台湾？大家都知道半导体这么重要，一旦战争或天灾断，或全世界都跟着完蛋。美国、日本、欧洲早就想把台积电搬家到本国，很多人都劝张忠谋为了安全把产能移出去吧。但张忠谋却说，分散产能不代表分散风险，真正的风险是你失去了竞争力。这句话看似保守，其实是战略级的说服术。他说服台湾政府别盲目迁厂，说服客户别轻易要求全球布局。更厉害的是，他说服世界，让大家接受台积电总部永远在台湾的前提。举个例子，2003年美国英特尔想要大举扩张制造，张忠谋却公开表示欢迎竞争，但我们相信客户会选择信任。这话说得多漂亮，没有正面开火，没有诋毁对手，只是默默地强调，我们不抢你市场，不偷你设计，不乱搞政治。结果呢？越来越多的客户，连苹果、高通甚至英特尔的对手 AMD 都选了台积电。说白了，张忠谋不是靠嘴皮子打嘴仗，而是用长期承诺建立起不可动摇的信任感。而这才是台积电真正厉害的护城河。接着更大的挑战来了，中美科技战、地缘政治甚至疫情都让芯片自主成为各国口号。美国政府干脆拉着张忠谋说，你来美国设厂吧，我们补贴你，照顾你。很多人以为张忠谋一定抗拒，但他没有。他又一次触动那张嘴，用极高段位的话术说了下面这段话：我们可以到美国设厂，但不能牺牲竞争力。我们欢迎合作，但不会分裂我们的核心。翻译一下就是，我可以来，但你不能逼我迁移总部，不能要求我们把最先进的技术都交出去。它不是硬碰硬，而是设定游戏规则。美国说好，台积电就来，但别忘了，最先进的制程还是留在台湾。这波操作堪称外交级的谈判艺术，它一边满足各国政府你要产线的需求，一边保护了台积电技术核心在台湾的底线。所以你看，台积电到美国设厂，大家都拍手叫好，但真正先进的3奈米、2奈米工艺依然只在台湾，而且美国政府还要倒贴数十亿美元。张忠谋连台积电员工的福利都顺便谈好了，这不是嘴甜，而是脑子清楚。他知道这个产业的本质是技术加信任加产业链，不是工厂放哪里。所以你想搬走产线可以，但请你先问清楚，你能不能把技术人才、配套厂、生态圈全都一起搬？全世界发现，哦，这不是一间普通公司，这是整套系统。而说服他们接受这套系统的人就是张忠谋。更精彩的是，他还说服了时间。什么意思？在半导体这个更新换代飞快的行业，绝大多数公司10年就会被淘汰，但台积电活了40年，越老越强，越老越先进。这是因为张忠谋早就设下规则，我不是追求短期利润，而是长期信任。他常说一句话，客户永远是对的，除非我们能说服他更对。所以他在技术上持续领先，在组织上严密执行，在策略上不被政客左右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始终把诚信当成商业核心。他说，我们不一定永远做得最好，但我们一定说到做到。你听得出来吗？这不是行销词，这是从一个快90岁的企业家嘴里说出来的真话。他知道商业的世界，再聪明的头脑，再强的技术，终究要靠信任才能活下去。这就是张忠谋的商业哲学，不是如何击败对手，而是如何让对方愿意信你；不是压倒别人，而是说服全世界一起玩你的规则。所以今天你看到台积电被称为
护国神山，不是因为它的工厂，而是因为它的价值观；不是因为技术独大，而是因为客户信得过，他不会背叛；不是靠吓人，而是靠让人放心。而能做到这一切的核心武器，就是张忠谋那张诚恳又坚定的嘴。他用它说服了台湾、美国、日本、欧洲，甚至说服了产业上下游几千家公司，让他们信任台积电，依赖台积电，愿意跟着台积电走。讲到这里，我们可以说一句，张忠谋是个工程师，但他更是个超级业务。他一生没有开创 APP， 没有发明产品，也没有当总统，但他却说服了全世界要做芯片，来台积电就对了。这就是他的哲学，你不用当第一名，但你可以当那个最值得托付的人。好啦，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，感谢你把视频看到这里。如果觉得视频还不错，记得帮忙点个赞订阅哟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我们下期视频见。